大家好，我是 Klaus。在中国，有一种普遍的认知，就是觉得外国人歧视中国人。我们今天的这次节目，先讲一下武汉肺炎和东亚病夫的来历，分析一下辱华和歧视背后的真正原因。另外呢，很多网友也发现了，小粉红也不一定可以被社会主义的铁拳砸醒，这是为什么呢？背后是一种怎样的心理和思维呢？这也是和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有关，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那就跟我们看到最后哦，谢谢。今年最令中国人感到歧视的辱华事件，就是国外媒体把疫情称为武汉肺炎，遭受过中国的多次抗议，特别是在网络上，如果把疫情称作武汉肺炎，必然会引来无数中国网友的攻击。但是其实最先使用武汉肺炎一词的是武汉地方媒体和中国的官方媒体。在2019年，人民日报在发表病例大部分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时候，就称呼疫情为武汉肺炎。环球时报英文版在1月18日称呼武汉肺炎，新华网的英文版在1月22号的时候同样的称呼武汉肺炎，但是后来将武汉肺炎修改成了2019 nCoV， 而事实上在10天之后的1月31日，世卫才建议将新型肺炎命名为2019 nCoV， 这就留下了漏洞，除非是新华网有预言能力。同样的，因为疫情，今年2月3日，华尔街日报文章使用亚洲病夫一词来形容中国，中国以此为由吊销了3位驻华记者的签证并驱逐出境。这就同时涉及到了另一个最具辱华色彩的词——东亚病夫。这个词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被称为民族耻辱。东亚病夫这个词从近代一直到现代，中国人理解的就是西方社会对中国人的侮辱和歧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发放给中学生奥运知识读本里面的文章写道，亚洲病夫是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贬称，讽刺中国人身体虚弱不堪一击，中国在国际上毫无地位。但事实上，病夫一词来源于英文的 sick man of， 是英语中的惯用词组，不含有任何种族歧视的意味。西方常用这个词组来形容一个国家和社会出现了问题，虽然不是一个好词，但完全没有侮辱的意思，只是用来批评政府和社会现象。就好像人生病虽然不是好事，病人却没有什么可耻的，人人都有可能生病，很多国家也都被称作为病夫。19世纪60年代，土耳其被称为欧洲病夫；20世纪70年代，英国出现经济问题，也被称为欧洲病夫。之后还有爱尔兰、葡萄牙、俄罗斯、德国、法国等等，都曾因为社会和经济问题被称作过病夫。2008年，意大利因为政治改革影响到了经济发展，而再次被称为欧洲病夫。所以从这个词的本身和实际用法上看，病夫这个词都不含有任何侮辱。那这个词是怎么变成侮辱的呢？根据中国近代史学者周英杰的考证，最早称中国为病夫的实际上不是外国人，是中国人自己最先使用的，就跟武汉肺炎一样。1895年，近代国学大师西学第一人严复在天津纸报上发表文章，袁强说，中国者，故病夫也，认为中国是一个病人，需要治病。后来又经过了发明中华民族这个称号的梁启超等人的传播，慢慢的就演变成了东亚病夫。所以说，东亚病夫实际上是中国人自己给自己扣的帽子，来掀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绪，来转移中国的内部矛盾到外国人身上。和中国政府利用武汉肺炎是歧视的说法如出一辙。疫情按照起源来命名是一种传统，所以中国最先叫武汉肺炎。但是后来疫情传到了国外，国外的媒体和政府开始对中国政府早期对疫情控制不力追责，中国政府则以歧视为由，把追责和歧视挂钩，反对称呼武汉肺炎或者中国肺炎，以此来淡化病毒来自武汉或者来自中国的影响。就拿武汉肺炎来说，虽然中国官方的反应非常激烈，表现得很像为了保护华人不受外国歧视一样，那实际上中国人在海外有因为武汉肺炎受到歧视吗？当然没有歧视是不可能的，但西方社会毕竟是注重法治和人权的，最多也就是看到你是华人会避开而已。说是歧视也可以，但也是人之常情啊。每个人都会远离自己认为危险的东西，但在中国歧视却更严重。湖北人歧视武汉人，全国人歧视湖北人。疫情初期，湖北人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全国各地都不让湖北人过境。
甚至是举报湖北人有奖励，有很多司机在高速上待了几个月。复工之后，全国既不让湖北人复工，也不招聘湖北人。另外，全国上下都对疑似病例起事，就像抓捕犯人一样。疫情得到初步控制之后，大力宣传庆功，欢迎留学生回国，但不久之后又开始歧视回国人员，鼓励群众举报。中国的歧视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之前的节目有做过详细的分析。外国的歧视最多是在个人层面，但中国的歧视是在官方层面。你一出生，户口就把你分为了3、6、9等，你的家庭背景决定了你在社会上的待遇，高干及其子女有官方设定的优待等等。那为什么中国人感受不到中国有歧视呢？反而觉得外国歧视更严重，外国人歧视中国人呢？都是因为受到国家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主义服务于专制集权制度，是一种帝王权术，统治者利用民族主义煽动人民的情绪，凝聚内部力量，转移内部矛盾，所以有时候会根据需要制造出一些事件来煽动民族情绪。就像武汉肺炎和东亚病夫都是中国人自己制造出来的。民族主义的结果就是让你对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引以为傲，让你对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人恨之入骨。因为集体高于个人是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也就是中共一直宣传的舍小家为大家，让人民时刻为统治者考虑问题。统治者的利益变成了集体的利益，统治者的敌人变成了集体的敌人。所以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个人在受到不公平待遇和利益受损害的时候，就会认为是为集体付出。其他人也可以以为了组织、为了国家的名义，对他人的个人隐私和权益公然地进行侵犯。因为有所谓的集体利益和国家荣誉，被牺牲的人和侵犯他人的人都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被社会主义的铁拳砸不醒，很多人见过了社会的不公和黑暗面，依然不会觉得这个国家有什么问题。民族主义在中国人的身上是根深蒂固的，甚至是很多海外的华人也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所以说，单纯的反共绝对不是能够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希望本次节目能够引起大家的思考。好了，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上一期节目我们解释了统一的本质，同时做了一期反驳大一统思想的教材。网友周恩书说，统一这个思想就是导致人类战争的根本，逼迫他人认同他是统治者，认同他的信仰、他的思想，至始至终战争都是这样的。网友文章说，以前在墙内，别人说起台湾是海外，立马跳脚，台湾是中国的。翻墙之后，思维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共红色权贵就是恶霸，大陆人民已经跪着做奴隶了，为什么还要台湾人民来受这个苦呢？即便是大陆民主了，那回不回归也就不重要了。网友伊森说，中国官员自己把子女送到美国当美国人，然后要求台湾人当中国人，这是什么逻辑？网友明斯特说，真的统一是要建立在共同的信念价值和利益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成立联邦，否则就是吞并和侵略。网友王彪说，中华民国和东西德是统一的。我们在上个视频讲过了，侵略者总是把统一解释为合并和联合来美化侵略。中华民国是从大清继承来的，是双方签订协议继承大清国土和义务，东西德不叫统一，那是合并。最后网友 0F91 说，中国只有3种人，第一种是权贵，第二种是韭菜，第三种就是帮权贵收割韭菜的韭菜。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参与留言和讨论的朋友们，我是 Klaus， 我们下次再见。